眼前这只呆萌的小红隼正在和一位大姐对话，它叽叽喳喳的和大姐一问一答。虽然不知道小红隼说了什么，但大姐猜想这家伙肯定又是来讨要食物的，于是她准备了一些碎肉准备喂给小红隼。大姐用筷子夹着生肉，对着远处的树林呼唤着。下一秒，小红隼突然出现，从大姐手里熟练的抓起碎肉，飞到一旁开始大口享用。看来小家伙的确是饿坏了。吃完嘴里的肉后，小红隼又张开翅膀，边走边跳的朝着大姐的方向蹦跶。看他叽叽喳喳的样子，估计是在抱怨大姐给的肉太少了，这还不够自己塞牙缝呢。虽然这家伙个头不大，但却是个小机灵鬼，手里拿着一块，嘴上还嚷嚷着让大姐继续投喂。然而像这样的小可爱还不止一只，不远处又飞来2只小红隼，3只红隼老老实实的排成一队，等着领取食物。而大姐也没有让他们失望，给每只红隼都发放了救济粮。不过他们也是懂人情世故的，给大姐摸几下作为回报。其中2只红隼性格有些暴躁，每次开饭前都要打上一架，而另外一只却比较聪明。这家伙不仅会撒娇卖萌，并且还会主动讨大姐开心，因此每回他都是第一个吃到肉的。这只小红隼也是大姐最宠爱的一只。可红隼不仅是保护动物，也是野外猛禽类。为什么这几只红隼会像小狗一样听话呢？原来大姐的丈夫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。这窝小红隼当时有6只，他们的父母把巢穴建在了城市大厦的一座广告牌后面。但不幸的是，一场大风将它们刮了下来。当时附近的居民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鸟类。一家餐馆的老板见它们可怜，于是便好心收留了它们。但老板并不知道几个小家伙是肉食类猛禽，他先是切了个新鲜的苹果来招待他们。可小红隼对这种食物并不感兴趣，接着又拿来五谷杂粮喂给他们。小红隼还是无动于衷，直到掏出了新鲜的牛肉后，几只红隼宝宝这才争先恐后的吃了起来。看见几个小家伙刚出生就会吃肉，显然这并不是一般的鸟类。于是老板马上找来了动物专家，专家在了解情况后决定将红隼幼崽放回巢穴。但野生动物的警惕性很强，虽然小红隼被放回原来的巢穴，但红隼妈妈却一直在周围盘旋，迟迟都不肯返回家中。她叼着食物站在不远处谨慎的观察。几只幼崽在听见妈妈的声音后马上激动起来，看着家里嗷嗷待哺的孩子，红隼妈妈犹豫了很久，但最终她还是选择放弃，直接头也不回地飞向了远处。本以为红隼妈妈会再次飞回来哺育幼崽，但连续2天红隼妈妈都没有再出现过。最后救助人员只好将小红隼取下。这时人们才发现已经有2只幼崽不幸死亡了，其余的4只幼崽也失去了母亲的照顾。为了让几只小红隼顺利活下去，专家将它们交给了野生动物保护协会。于是大姐的丈夫便把4只小可爱带回了家里。在大姐好吃好喝的招待下，几个月后小红隼们慢慢长大了，看见它们已经可以自由飞翔，大姐便来到阳台将几只红隼放回大自然，毕竟那里才是真正属于它们的地方。可让她没想到的是，只有1只红隼飞走了，另外的3只并没有选择离开。等几天后大姐发现这一情况时，3个小家伙都饿瘦了一圈，这可把大姐心疼坏了。在之后的时间里，大姐每天都会带些碎肉来到阳台进行投喂，但这样下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归大自然。为了让小红隼们尽快学会捕猎技巧，夫妻俩把食肉拴在绳子上，然后在空中来回摆动，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训练他们的捕食能力。刚开始他们对于移动的目标完全捕捉不到，小红隼尝试了很多次都吃不到食物。不过在大姐日复一日的训练下，半个月后他们已经能熟练地捕捉到猎物。2夫妻的努力终于有了回应，不过这也意味着是时候让他们回归大自然了。离别前，他们用相机记录下了3只小红隼的点点滴滴。小家伙还主动飞过来，站在相机上摆起了别致的造型。最后希望3只小红隼能尽快适应野外的生活，早日成为翱翔天空的猛禽。这匹马为了约会，一气之下竟然学会了开锁。只见他对着门锁咬了几下，调整好缺口的位置，用嘴巴轻轻一顶，门上的锁扣就掉了下来。随后马儿熟练地拉开门栓，10秒不到，马厩的门就顺利被打开了。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一看就是越狱的惯犯。看见这番神奇的操作后，其他马儿也是满脸羡慕，懊悔自己当年读书太少。逃之夭夭的马儿很快便来到了约会地点，在一番卿卿我我后，马儿直奔饲料间开始补充体力。哪成想还没吃上几口就被主人抓了个正着，主人二话不说就将他送回了马棚。马主人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原来马儿名叫奥斯卡，是一匹智商极高的马。刚开始以为是马棚里的门锁坏了，可经过仔细检查，发现门锁和大门并没有损坏，直到后面才知道这家伙居然是自己开的门。前一秒刚把门关上，后一秒他就立马溜出去。主人告诉我们，奥斯卡每天要跑出去10几次，并且还养成了偷吃饲料的坏习惯。为了阻止奥斯卡再次越狱，主人专门为他定制了一把高级锁，这回看你怎么逃出来。将新锁安装完成后，他还特意试了试牢固程度，接着便自信满满的离开了。发现主人走远后，
马儿再次将脑袋探出来，准备打开房门。然而这次奥斯卡试了很多遍都没能将门打开，脾气暴躁的他终于忍不住了，摇晃脑袋开始思考开锁的方法。由于新锁结构比较复杂，马儿 CPU 都干烧了，也没想到解锁之法。着急去约会的他开始满地打滚发泄情绪，在爱的魔力下，奥斯卡终于想到了破解的办法。这回他直接将目标对准卡槽，用灵活的嘴巴轻轻一提，就顺利打开了大门。呼吸到自由空气的马儿发出得意的嘶吼，似乎在说：区区雕虫小技也想困住我。逃出马棚的奥斯卡开心的不得了，开始在马场里四处撒欢。主人想上前将他带回马棚，结果奥斯卡的后腿不停飞舞，显然是在警告主人不要靠近。此时的他已经忘乎所以，任何人的面子都不给，说什么也不肯让对方上马。一位骑马高手自信满满的想要驯服他，没想到刚骑上马背，奥斯卡就用行动表示抗议。无奈之下，小哥只好乖乖下马。为了防止有人骑他，这家伙竟然直接躺在地上不起来了。面对行为如此怪异的马，主人也是一脸无奈，他不明白为啥这家伙整天想着往外跑，难不成是得了什么大病吗？为了搞清楚状况，主人请来了动物专家，专家找来一些道具，打算测试一下马儿的智商。饲养员将毛巾分别放在2匹马的头顶，结果这2匹马表现得很听话。1分钟后，毛巾依旧没有脱落下来。接着主人将奥斯卡牵了过来，本以为他会和其他马儿一样，结果毛巾刚放上去几秒就被他甩了下来。看来奥斯卡的确和一般的马儿有所不同。随后专家在栏杆前面摆放了食物，再用塑料桶将食物盖住。第1匹马儿见到食物后直接将栏杆撞倒，在专家的几次引导下才勉强吃到了食物。很快第2匹马登场了，虽然他很聪明地绕开了障碍物，可他并没有找到食物，而是跑去向一旁的工作人员求助。等到奥斯卡出场后，他毫不犹豫地绕过了栏杆，掀开塑料桶直接大口吃了起来，全程用时仅仅6秒的时间。令人意外的是，他居然连下面的残渣都找了出来。专家说有些人具备一些特殊的能力，其实动物也一样，他并不是生病，而是智商太高了。他猜测这匹马总是千方百计的逃跑，肯定是带有什么目的性。在专家的建议下，主人假装让奥斯卡逃脱，然后悄悄地跟在后面，看看他究竟要跑去哪里。在狂飙了几公里后，奥斯卡最终来到一处草地，搞了半天，原来这家伙是来见女朋友的。主人说他们从小就是青梅竹马的一对，不久前小五生病了，于是就将他安置在这里进行治疗。现在终于明白奥斯卡为什么每天不停地开锁想要逃出来，原来他只是为了和女友见面。得知事情的真相后，主人将小五接了回去。从那以后，奥斯卡终于改掉了开锁的坏习惯，现在他们又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。看见这对马儿每天秀着恩爱，主人表示他又开始相信爱情了。为了顺利混上编制，这只老鹰竟然在动物园卧薪尝胆了2年半，每天装傻充愣，把饲养员骗得团团转。身为翱翔天空的霸主，这只堕落的老鹰居然表示自己恐高不会飞，甚至胆子都比母鸡小。平时周围一有点风吹草动就被吓得满地乱窜。别人家的老鹰都是秒杀狐狸单挑野狼，可自家的老鹰从始至终都像个左臂鸡，人家干饭他却只会张嘴傻看。秃鹰只是随便扑腾了几下翅膀，就把他吓得连连后退，这哪里还有半点雄鹰的气质？就连隔壁的邻居都看不下去了，二话不说上去就给了他2脚。这家伙每天不是挨欺负就是被吓到，搞得饲养员也很无语，于是只好给他开了个单间。为了安抚受伤的老鹰，饲养员拿来一只小白兔，打算给他开个小灶。见到兔子的老鹰先是若有所思，下一秒就像见了鬼一样害怕地跳上了高处。平生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的兔子也是彻底懵了，反复确认自己面前的到底是不是一只老鹰。没想到身为一只凶狠的猛禽，老鹰竟然被食物吓到了。为了让它学会捕猎，饲养员将鸡腿绑在遥控车上，接着操控车子朝老鹰的方向驶去。结果这家伙被吓得撒腿就跑，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只老鹰。没办法，只好从隔壁借来一只猫头鹰给他做个示范。饲养员随手将小麻雀丢了进去，见到食物的猫头鹰立刻瞪大眼睛，一路小跑飞奔到猎物面前。眼看对方顺利捕获了猎物，老鹰也是满脸诧异，本以为他也会学着猫头鹰的样子前去捕猎，没想到这家伙却面朝角落蹲，生怕小麻雀会吃了自己，一副胆小又可怜的模样，看得饲养员血压飙升。话说好好的野外猛禽怎么会沦落成如今的模样呢？原来2年前这只老鹰被偷猎者一枪击中，幸好被人及时发现进行了救治，最终辗转来到动物园才捡回一条命。也不知道是养伤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，还是被猎枪打出了后遗症，明明子弹已经被取出，身体也早就痊愈了，可这只老鹰却无论如何也不肯飞走。虽说它长着一副鹰的外表，可行为却表现得叽里叽气，平时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它就被吓得瑟瑟发抖，整天都是一副胆小怕事的模样。不仅如此，这家伙还越来越挑食，必须要新鲜的牛肉它才肯吃。时间久了，饲养员竟搞不清楚它到底是真的害怕还是懒得去捕猎。看着日渐堕落的老鹰，饲养员也是很无奈，只能每天不厌其烦地对它进行训练。为了帮助它早日回归大自然，
动物园还特意在野外给他建了个10几米高的巢穴，哪知这家伙竟然在上面欣赏起了风景，说什么也不肯往下飞。气不过的饲养员一把将他抛了出去，但这招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。老鹰扑腾2下翅膀后就想回家吃现成的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脚上还拴着绳子，你让人家怎么飞呀？眼瞅着老鹰越来越不像话，饲养员狠心断了他的小灶，每天把食物绑在车子后面来引导他飞行。在饿了3天3夜后，老鹰实在装不下去了，看到猎物的他顿时2眼放光，下一秒直接朝着食物扑了过去。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，老鹰终于肯自己捕猎了。看见时机已经成熟，第2天饲养员拖着滑翔伞带他来到山顶，打算在高空中将它放飞。随着高度的增加，迫不得已的老鹰只好展开双翅在天空翱翔。然而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，这家伙飞了一圈后竟然又飞了回来，估计是他突然想起了编织的事情。饲养员对此也是哭笑不得，现在的猛禽怎么都变成这样子了呢？